喂，新兰姐，有事吗？没事儿，确认点事儿。我现在不在公司，没空。那你在我家？没有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他怎么会给你打电话？那干嘛？是干我？算知道你在这里能怎么样？这些年他对我言听计从，早就给自己熬成了黄脸婆，生怕我把他这个糟糠之妻给甩掉，又怎敢造次？这些年他靠着你的关系，在公司当上总管，要不要？只可惜啊，现在不是。混蛋，回去说。喂，密码锁厂商吗？我要出趟远门，但是我家门锁坏了，无法自主上锁。你们在后台帮我锁一下吧。你有本事改密码让我进不去，我也能锁门让你们出不来。祝你们这对狗男女锁死！沈总好，顾生婉人呢？沈总，你去哪儿？知不知道擅离岗位是公司大忌？我，一定要做到没有任何漏洞，才能确保客户一定会签合同。完成了，今天这个夜熬得值。熬夜熬得例假都提前了，你有卫生巾了，得去趟便利店。9点1刻，查勤。沈总，刚刚的查勤，全体员工都到齐了，除了新兰姐。阿远，我昨晚忙了一整宿，早晨才发现自己来例假了。查勤的时候去买卫生巾了，刚走10分钟都不到。买什么都不是借口。公司制度面前，人人平等。虽然你是我的未婚妻，但我身为公司的总裁，就不能因为关系而破坏了规则，否则的话，让员工们怎么看我？那你要怎么样？你别开除我，去找林秘书办离职手续吧。毕竟你是我未婚妻，我不想闹得太难看。沈志远，这份合同有多重要，你不是不知道。为了拿下这个合同，我昨晚熬了一整宿，早晨痛经到怀疑人生。你现在因为我缺勤10分钟去买卫生巾，你要开除我？这份合同明明是微微拿下的，你以为你冒领功劳，我就会对你网开一面吗？他，就凭他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就是，他一个行政秘书拿下2个亿的技术合同，谁信啊？新兰姐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所以故意说出这样的话来羞辱我。可我也只是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罢了。我真的不是故意举报你缺勤的，我还是为了公司和沈总考虑呀。再说了，新兰姐，我知道平日里你不修边幅，但是我们好歹也是个化妆品公司，你身为公司的高管，打扮的不能这么邋遢吧？不然人家顾客还以为我们是卖假货的呢。你既然知道我是公司高管，就应该有对高管的态度，以下犯上，
你入职培训是怎么做的？沈总，对不起，我还是为了公司的形象。顾兴晚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有必要这么嚣张吗？我刚才已经说过了，你被开除了，你已经不是公司的高管了。我现在以总裁的身份命令你，为你刚才的无礼，给微微道歉。道歉？像他，沈志远，轮不到我开除你，自己走。陆总不会真的走了？沈总他到底在想什么？顾总工作能力这么强，合同肯定是他拿下的呀，他怎么会相信是林秘书的功劳？哎，你们觉不觉得顾总才是公司的电缆守正？现在申真没了，公司还撑得下去吗？我做的项目都存在电脑里，凭什么便宜他？你拿去喂狗吃也不留下来。来，喝点，小心烫。肚子疼，要沈总揉揉才能好。你说你既然来例假了，就在家躺着休息，干嘛非要来公司受罪？沈总心疼我了，你说呢，我的小祖宗？再忍2天就能了。沈志远，你还真是让我惊喜。恋爱5年，到头来我亲眼看见你出轨的真相。我不屑跟你这样的烂人烂事纠缠，但你会后悔的。喂，陆景言，我去你公司做项目，帮你拿下今年北城的标王。条件，你们公司允许下楼买卫生巾吗？兴晚，几年没见，你还是这么幽默。只要你愿意来，别说你下楼去买了，就算我亲自去给你买，又有什么问题呢？那就这么说定了。你认真的？你真的愿意来？没开玩笑。顾兴晚，你来真的？别人不了解，我还不了解你吗？沈氏集团是你为沈志远一手撑起来的，你不要了。想当年，我想给你投4个亿，让你自己开公司，你不肯，说这是对沈志远的背叛。早上收到他的开除通知之前，我确实是这么想的，但是现在没必要了。我之前听说，你和他马上就要领证结婚了，现在是怎么样？分了？那顾小姐，我可以排个队吗？你知道的，我喜欢了你很久。陆大少爷，我现在心情不好，没空开玩笑，帮我订一张去你那儿的机票，我明天就来上班。好，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想要什么职位，什么资源，跟我说。给我人，给我预算，其他的你别管，我今晚收拾好就过来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。这个人渣，换密码的速度跟换女人一样快。果然是你。喂，新闻组，有事吗？没事儿，确认点事儿。我现在不在公司，没空。那你在我家？没有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他怎么会给你打电话？还能干嘛？是吧？我算知道你在这里能怎么样？这些年他对我言听计从，早就给自己熬成了黄脸婆。
生怕我把他这个糟糠之妻给甩掉，又怎敢造次？这些年，他靠着你的关系，在公司当上总管，要不要？只可惜啊，现在不是。混蛋，我们去说。喂，密码锁厂商吗？我要出趟远门，但是我家门锁坏了，无法自主上锁，你们在后台帮我锁一下吧。你有本事改密码让我进不去，我也能锁门让你们出不来。祝你们这对狗男女锁死！顾兴晚，你疯了吗？好端端你锁自家门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我和薇薇为什么？被拦在门外一整夜？哼，你还敢笑？顾兴晚，这种恶劣的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我每天在公司加班已经很累了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？当然了，白天在公司里伺候情人，晚上还要带回家里去。生产队的牛是不是都没你这么忙啊？累也是应该的。你跟踪我，顾兴晚，你现在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不就是把你开除了吗？我那也是按照公司制度办事。林薇薇是我的秘书，我带她回家自然是有公事要办，我们之间清清白白。你怎么这么小心呀？沈总说的这么理直气壮，倒让我差点忘了家里还有监控的存在。什么监控？喂，喂！他竟然敢挂我电话！他是疯！顾兴晚，你比我想象中更加卑鄙，在家里装监控，你想要干什么？我要求你半个小时之内把东西删掉，然后过来跟我和薇薇道歉。喂，你好。顾兴晚，是我，你现在赶紧来市医院一趟，我和薇薇出车祸了。你们出车祸了找我做什么？车我都不要了，难道要我去给你们收尸？抱歉啊，我没兴趣。可是车主登记的是你，你现在赶紧过来，交警就在医院，你拒绝配合调查的话，后果自负。喂，我这边出了点事情，需要处理一下，机票帮我改签到晚上的吧。哦，需要帮忙吗？小事一桩。我之前让你们准备的，都安排的怎么样？按照您的意思，已经为顾总安排了个人办公室和专人项目组。专人项目组人手还不够，把项目研发部和市场部的人手都调过来。陆总，这个配置已经相当于接待专业合伙人了，还要再调吗？顾兴晚不只是合伙人，他是我陆锦言的人，我一定要把他捧到天上去。都活着呢，交警呢？兴晚，你来了。兴晚，你来了。交警呢？我是来向交警解释车辆的登记情况的。兴晚，你听我说，西环路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，一辆黑色轿车撞人后逃逸，目前受害人仍在抢救中，警方正调取监控排查肇事车辆，呼吁肇事司机尽快自首。你们不仅撞了人，还跑了。不是的，我们根本就没有撞人，是他自己突然冲进来，我们来不及踩刹车。撞人了就是撞人了，是非对错自有警察定夺。要真像你说的，责任在对方，你跑什么？谁说我跑？当时开车的是薇薇，她人都吓傻，脸色惨白，连方向盘都握不住。我担心她出事，就先送你来医院了。刚好，我也需要时间冷静一下，看看这件事要怎么处理。怎么处理是你的事儿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
我需要如实向交警告知，肇事司机并非我本人。秀儿，你去跟他们说，今晚开车的人是你。你要我去给你的小三儿顶罪？你要我去给你的小三儿顶罪？什么顶罪不顶罪的？别说那么难听，只是让你帮个小忙而已。不好意思，这个忙我帮不了。你是我的未婚妻，如连这点小忙都帮不了的话，你还让我怎么娶你？那就解除婚约啊！今晚别说气话，我知道你做梦都想嫁给我。喂，顾小姐是吧？您名下的一辆车行走在西环路发生了车祸，有肇事逃逸的嫌疑。和您确认一下，当时开车的是您本人吗？对，就是他本人。我是他的未婚夫，当时就坐在副驾驶上。不好意思，警察同志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我会劝他去尽快自首。沈志远，你真让我开了眼。我知道。这段时间我们之间发生了很多误会，这样，只要你帮了微微这个小忙，完事之后我立刻就娶你，怎么样？沈志远，我真是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这么恬不知耻。我是不会答应你这么无理的要求，你就死了这条心。顾新婉。其实出事之后，我劝过他很多次，让他去自首，可他说自己不想坐牢，还说就算东窗事发了，只要赔偿家属点钱，就能摆平。手机夺下来，回去做详讲调查。有钱就了不起吗？有钱就可以胡作非为吗？我儿子还在 ICU 躺着，我宁可不要这赔偿款，我也让他帮老李坐船。这位家属，请不要这么激动，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真相。今晚你醒了。你开车撞人的事，我已经都跟他们说了。你贱人，你坏事都做尽了，你还心安理得？你良心不会痛吗你？今晚别怕，只是暂时不能让你说话的药而已。乖乖顶罪，去坐几年牢。出来之后，我自然会把解药给你。顾新婉在沈氏集团连一个属于自己的办公室都没有，他现在跟我一定要好好补偿他，不让他受任何一点委屈。陆总，这间办公室给顾小姐再合适不过，不仅有独立卫浴，还有私人茶水间，不管顾小姐是吃什么喝什么，都非常方便。办得不错。都半天了，连我音讯，这不像是新闻的作为。你去帮我查一下新闻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再帮我定一阵现在就过去的机票。是。郭新婉，我不允许你有事。顾小姐，这是沈先生提供的事故现场的监控视频，初步判定驾驶人是你，请问你有什么要辩解的？车是你的，你在我眼说人是你撞的，你还在狡辩你啊！是，我真的已经劝过他很多次了，可他就是不听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所以只能寄希望于法律能够唤醒他的良知。请不要干预我们与嫌疑人的正常沟通，在事故没有查清楚之前，嫌疑人有权利进行自述。好的。可惜他没法沟通了。沈志远啊，沈志远，你一次次用行动证明，在卑鄙无耻这个赛道，你赢得一骑绝尘。把沈今晚带回去，进一步调查。陆总，一落地就收到这边同事的调查报告，事情都调查清楚了。沈志远真是好大的胆子，他竟敢这样对新闻，他以为他可以只手遮天了吗？
看他是活腻了。立刻去医院。是。爱了我儿子一辈子，你不得好死你！坏人！杀死他！你们冷静一点，不要激动。像这样的收回败类，就应该关进大牢，永远别放出来。把他曝光到网上，让他身败名裂。哎，是个女司机，难怪是个马路杀手。我呸！把他拍下来。等一下。真正的肇事司机另有其人。陆氏的陆景言，他来掺和什么？星婉，你放心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替你说话。你替他说话？你是他什么人？于公，我现在是他老板，我有义务保护好自己的员工。于私，我正在追求他，所以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他。顾星婉，我说你怎么敢拍桌子就走人？原来是拍上了陆总这根高枝儿啊！刚刚说在医院里要跟我解除婚约，看来也是因为有了新欢。你可真行。沈总这话说的，今晚哪有你行啊？脚踏两条船这种事，还是沈总最在行。陆总一来就朝我身上泼脏水，多少有些不礼貌。怎么敢做不敢认啊？小三撞了人，找未婚妻来当家。沈总这个做派，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。警察同志，出事当天，顾星婉在酒店里面休息，我调取了酒店的监控记录，星婉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，可以证明她的清白。至于行车记录仪，我找了 AI 专家进行了专业检验，视频是合成伪造的，所以肉眼难以辨证为。什么？视频是伪造的？他是冤枉的？那到底是谁开车撞了我儿子？沈志远，冤枉我的比你知道自己有多冤枉，亲手做假证陷害自己的未婚妻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。好，那我就说清楚一点，真正的肇事司机不是顾星婉，而是沈志远的出轨对象林薇薇。什么？不是的。这份文件关系重大，需要送回局里检验真伪。顾小姐的不在场视频同样需要做专业检测，同时，我们需要展开对人证、物证的各种技术佐证。所以在结果没有出来之前，相关嫌疑人不得离开现场，包括顾小姐，还有沈先生。警察同志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件事情不是已经盖棺定论了吗？撞人的是顾星婉，跟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关系。目前证据不充分，审核证据的真实性是重要的程序，还请沈先生配合。把林薇薇带出来。警察同志，您放心，我们会配合警方调查。只不过希婉的嗓子受了伤，我带了私人医生在车上，您看我可以带他先去治疗吗？不要离开医院的范围。当然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！你们干什么？我受伤了。林薇薇，你涉嫌肇事逃逸，正在接受调查。沈总，他们要抓我，我什么都没有干，沈总，你快救救我！放心，还没走到那一步。可是他们迟早都会查到的，沈总，我不想做了，我真的不想。沈总，别说傻话。我真的怕沈总。这件事情总有办法解决的，只要用钱能解决的事，都不叫事。立刻去找那两个老家伙，告诉他们，只要放弃上诉，不再追究这件事，1000万马上就到账。听明白了吗？是，袁总，我这就去和他们交涉。二位，借一步说话。二位，
我就开门见山的直接说了，我是沈总派来的，这次出了事，沈总这边愿意给你们一些赔偿。我这里有100万的现金，可以先给你们作为紧急慰问，之后只要你们放弃上诉，不再追究肇事司机的责任，今天之内，我们就会往你账户上打上1000万的赔偿金，看怎么样？这样能解你嗓子里的麻痹成分。今天的事，谢谢你了。沈志远竟然敢这样欺负你，就连害人顶罪这种事情他都做得出来。不过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，他们一个肇事逃逸，一个伪造证据，够他们在里面蹲2年。北城项目的中标结果什么时候出？就在明天。那不急，今天先放过他们，等明天的中标结果出来了，再把他们送进监狱里也不迟。为什么？沈志远这人普通、骄傲、自信过头，他笃定沈氏一定可以拿到标王，所以把公司的流动资金全部投入到项目。所以一旦不中标，沈氏的资金链条将会立刻断裂。届时，他一手创办的公司会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，宣告破产。我明白了，你是让他尝一尝失去权势和金钱的滋味，再把他送进监狱。你是要先摧毁他的心理，再囚禁他的身体。有些人只靠锒铛入狱的惩罚是不够的，要让他体会到绝望，才是真正的结束。顾总才是真正的女中豪杰呀！杀人诛心这一步，你做的比我狠。不狠一点，怎么对得起我遭受的伤害？真正的报复，从来都不是以牙还牙，而是10倍奉还。你以为用钱能换人命吗？那是我儿子，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，不是你们能用钱能买走的。我们要的是钱啊！我儿子只有1条命，你们现在拿钱来堵我们的嘴，这是人干的事吗？这钱我死也不会收的！滚！你们以为有钱能买到正义吗？啊！你们觉得赔偿了就能把这一切了结了？啊呸！赶紧给我滚远点，别再来侮辱我！你给我滚！沈总，他们拒绝了，死活不收。那就继续加减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一天还不够就2000万，非我教你们。是，我这就去。他想用钱把这件事情压下去，不过好像大概不太顺利。受害者家属好像很有骨气，不愿意被他们收买。2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他会被送进监狱。那我们的计划怎么办？我们当然是帮他们一把了。叔叔阿姨，我能跟你们聊几句吗？怎么着？你也想拿钱来砸我们吗？我告诉你，门儿都没有。那姓沈的要给我们5000万，让我们闭嘴。你又要开多少价买我儿子的命啊？阿姨，我又不是凶手，自然不需要用钱来收买真相。你说的也对，我也看明白了，那姓沈的才是害我儿子的人。他是怕证据出来，他瞒不住了，他要给我们钱，让我们住嘴。我们只要不上诉，他和那姓林的就不用坐牢了。对于像他那样的人来说，以为金钱和权力就是免死金牌，无论犯了什么罪，只要有钱就能逃脱，就能逃脱法律的制裁。我们绝对不会要他的钱，我们要的是正义。我非常赞同您说的，正义比金钱重要。但是我有一个建议，可以让罪魁祸首获得更深刻的教训和更惨痛的惩罚，你们想不想听一下？说。顾新晚这个贱人，他肯定是去让那2个老家伙不要接受我们的钱。沈总，这下怎么办？
顾兴晚恨我恨得要死，他给那次青春的2个人，我是不是进牢里出不来了？我完了，沈总。还有转机。没事，先别急。我刚才说的，你们都听明白了吗？你们要做的就是先假装收下他们这个钱，让他们以为你们妥协了。你是说，那姓沈的要破产了？我向你保证，就在明天，您2位甚至可以在电视上亲眼看到沈氏破产的消息。到时候您再上诉，让他锒铛入狱，这样才有痛打落水狗的大快人心，不是吗？调查结果出来了，是真的。技术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，行车记录仪的视频经过取证还原，已经修复出原始的画面。开车的根本不是顾小姐，而是林薇薇。现在，林薇薇涉嫌肇事逃逸，沈志远涉嫌伪造证据。2位，跟我们回九里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带走。不是我的错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想走了，我不想走了。沈总，你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能解决的吗？你救救我，你救救我！顾兴晚，是你搞的鬼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干了什么好事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我不想走了，我不想走了，救救我！是来救救我呀！警察同志，警察同志，我们不再上诉了，请你把人放了。受害者家属，你们确定你们想清楚了吗？是的，我们决定了，不再上诉，接受他们的民事赔偿调解，不再追究他们的过失。沈先生，你答应给我们的补偿，应该会做到的。你当着所有人的面再承诺一次。当然，我沈志远绝对不会失信于你，钱我会照着给，你们想要多少就给你们多少，现在就可以办理转账。既然你们同意自行调解，那我也尊重你们的意愿，将他们无罪释放。看见了吗，顾兴晚？你以为你光凭2片嘴皮子就能让他们不收我的钱吗？愚不可及！真是恭喜你啊，沈总！今天要真是被带走了，可就赶不上明天的北城中标宴了。那场盛宴，您可是期待了很久呢。顾兴晚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小算盘吗？你巴不得我出席不了，好带着你的姘头去结下我们沈氏的标舞，想得倒挺美，只可惜你失算了。是啊，我失算了。我真是没想到，金钱的超能力竟然这么神奇。沈总的魄力真叫我自愧不如。明天的晚宴上，我会让你亲眼看到谁才是北城真正的王。离开我和沈氏，会是你这辈子做的最错误的决定。我一定出席，亲眼见证沈总的荣光。我们走。人在劫后余生的时候，只会沾沾自喜，不会想到正等待着他的，才是真正的深渊。沈总，这次城北的项目稳了，提前恭喜你啊！是啊，业内都传开了，沈氏集团铁定中标，我们连贺礼都准备好了。不愧是沈总，这次之仗打得漂亮。全靠公司所有人的努力吧。要不怎么说是沈总呢？公司有顾兴晚这样的定海神针，拿下这样的项目，那不是轻轻松松吗？这顾兴晚呐，堪称沈氏集团的杀手锏啊！听说陆氏集团的陆总曾经3顾茅庐，都没能请来这尊大佛啊！公司拿下项目书，全靠我和林秘书的努力，跟顾兴晚有什么关系啊？更何况，他也只不过是个花架子。肆意藐视公司的纪律，已经被我开除了。您的意思是，顾兴晚被您开除了？您的意思是，顾兴晚被您开除了？是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
哦，没什么没什么。这次能够拿下项目，我最要感谢的人是我身边的林秘书。啊，是，沈总说的对，林秘书一看就是细心周到的姑娘，沈总也是会眼识英雄。啊，沈总，您忙，我先走了。现在立马去给我查顾新晚的项目，不惜一切代价把他给我挖进公司。对，年薪翻倍也要给我签下来，听明白？对，我已经买好了你最喜欢的那个限量款包包，等到公布了中标结果之后，我们就去提报。真的吗？谢谢沈总，你对我真好。从今天起，沈氏将彻底甩掉顾兴晚，所有人都会知道，沈氏的辉煌从来只属于我们两个。各位嘉宾，即将揭晓的是北城项目最终中标的公司。各位，跟我一起站台。沈总，一会儿我一定陪你好好庆祝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。此次北城项目中标的公司是陆氏集团。中标的不应该是沈氏集团吗？怎么突然变成了陆氏？就是，你们肯定是搞错了。是顾清晚所在的陆氏没错，不信你们自己看，中标书上写的清清楚楚。顾兴晚？是的，北城项目是签给顾兴晚个人的。既然顾兴晚离开了沈氏，加入了陆氏，那么中标的公司自然是陆氏。还是晚了一步呀！这顾兴晚最终还是被陆谨言招来了过去。这一进去就帮陆氏拿下了大标呢。果然是得顾姓玩者得天下呀！这沈志远呢，还真是犯了个大错误，竟然把手中的王牌给踢出去了。不过今天晚上这标王易主还真是精彩。这沈氏啊，恐怕是有良莠了。沈总，新婉姐是不是还在纪念着之前的事情呀？所以她把研发成果窃取给了陆氏集团，才让陆氏当上了标王。那可是全公司不眠不休的劳动成果，还有我和同事每天呕心沥血。新婉姐怎么可以这样？顾兴晚，有事儿？有事儿？当然有事。顾兴晚，你好得很啊！窃取公司的机密泄露给对家，你就不怕把牢底坐穿？把牢底坐穿的人有。但不是我。怎么，昨天的事儿还没让你死心？上次西环路肇事逃逸的，不就是沈总和他那个林秘书吗？对呀，听说受害者都被撞成植物人了。天哪，沈总身上现在有好几条官司呢，说不准哪天就有牢狱之灾了。新婉姐，难道你真的打算跟沈总撕破脸呀？沈总对你可是有知遇真呢。你怎么好意思把公司的研究成果拿去投标的？我拿我自己的研究配方投标，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顾兴晚，你说谎上瘾了是吧？我知道你一直都对薇薇有意见，所以在公司里处处针对她、排挤她，甚至还抢她的功劳。好，我可以当做你在吃醋，不追究你的责任。但这一次，北城的项目非同小可。它关系到公司的生存，你如果现在把标书还回来，并承认错误，我还可以考虑原谅你；否则的话，我就报警控告你窃取公司机密，追究你的刑事责任。那你就去起诉我，你大可以去告我。不过，这里面是我的研发日志和专利文件，这些资料足可以证明。拿下北城的项目完全归我个人，与沈氏无关。
据我所知，根据知识产权保护法，个人在公司任职期间完成的独立项目配方，只要未使用公司资源，所有权完全归个人。也就是说，你就是去起诉我，也只是会输得更惨而已。我看是你用了什么手段造假，什么狗屁配方，看你就是抄的公司的。你不是再敢动另一个城市，我让你连这场中标会都没有资格参加的。顾新晚，傍上了金主就以为能翻身了是吧？痴心妄想！沈总，我投资的是人才，不是什么裙带关系。你这未免有点以己度人了吧？我靠，这怎么回事？业界2位知名总裁居然当面追私。新晚在行业里的实力，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，所以更不需要我再多说什么。沈总，只有一直盯着手里那张烂牌，才会分不清哪张才是网站。各位，现在该恭喜陆氏中标了吧？离开办公室10分钟就被开除，真稀奇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不爱了，什么都能拿来挑剔。所以，你真打算跟沈志远就这么断？不是打算，是必须。你们毕竟在一起10年，都快要结婚了，说断就断，你真是……如果你花重金买了一张飞机票，出发前1个小时忽然得知他起飞后一定会坠毁，那你还会上这架飞机吗？不会。那我也不傻。自从林薇薇进入公司后，沈志远就像护犊子一样处处护着。无论是不是我的错，只要林薇薇一句话，他就能把罪名扣在我头上。后面我连续工作了24小时，却因为缺勤10分钟被开除了。还把项目完成的功劳扣在他头上。后面的事你都知道了。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晦气。你管得还挺宽。因为我现在是你老板。你不是说要帮我找国外的专家帮我根治嗓子吗？还是说你想听一只鸭子一直在你公司里任职？放心，你的嗓子我会给你治好，你的仇我也会给你报。沈志远欠下的账，我也会让他10倍奉还。刚才给你看了为你安排的独立项目组，感觉怎么样？不错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刚才你看到的还不是全部，我还给你准备了惊喜。啊？沈总，沈总，怎么了这是？法院驳回了我对顾新晚的控告书，配方被判定为他个人独立研发，完全归他所有，根本告不成。看来新薇姐是做足了准备，手段是高明，连法官都蒙骗了过去。倒是我小瞧了他，心思平时不放在正事上，净搞些歪门邪道。那我们是不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了？办法当然有，既然法律没用，我还有个是办法让他身败名裂。还有那个陆谨言，也要陪着一起下地狱。不好了，陈总！就在刚刚，研发部门的几个核心员工突然间集体离职，他们现在已经无人可用了。你说什么？进来吧。顾总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顾总，大家伙儿都是跟着您来的，我们都有打心底的敬你、服你。自从你走后，沈氏变得乌烟瘴气的，
我们也不想再待了。顾总，你带我们做项目的日子，我一辈子都记得。顾总，跟您这连轴转都有劲，那连加班的空气都是甜的。既然来了，就努力干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是。各位，2025年的新品发布会马上就要来了，这是我们打响第一战的机会。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。陆总，您放心，只要有顾总在，这一仗不管多难，我们都能赢。顾新晚，一定又是他。沈总，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呀？研发部门基本上已经瘫痪了，而且新品发布会马上就要到了，咱们的新品还没有研究出来呀。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别慌，我啥也忘了。接下来沈氏的命脉就只能靠你了。沈总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一定会让你输。爸，阿远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上次端午你们没有回来，你妈念叨了好几天。爸，最近我们太忙了，公司的项目是公司项目重要，还是一家人的团聚重要？你们的婚期约到什么时候了？你不能一拖再拖了，让别人议论。我仔细想了想啊，新婉这孩子啊，越想越难得。你是打着灯笼也不可能找到第二个，值得你把他迎娶到家。爸，其实我跟他已经……我呢，想慢慢的让你接手我们沈家的家业，这可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啊。你呢，性子鲁莽又急躁，如果没有新婉看着你守着你，我实在是不放心啊。过2天我办大寿，家宴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到时候你把新婉带过来，亲戚们都想见见你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就正式宣布，把家族的产业提前交给你。好，爸，我会带他走。跟我一起参加家宴，北城项目的事儿，我可以尽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亲自为您送上贺礼。怎么？沈志远父亲打来的，他约我去家宴。你要去？当年创办沈氏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伯父借给我一笔钱，这笔钱帮助沈氏度过了资金危机。所以，不管今天我和沈志远之间的恩怨有多深，他的这份情，我一定要还。去吧，只是你要记住，你欠的是情，不是心。陆总也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，那我欠陆总的是什么？欠我的不着急还，我这个人喜欢慢慢算。一条短信你就乖乖来了，不行了，我就知道你硬气不了多久。怎么？没有陆姐那只哈巴狗在旁边护着你，连车都自己开了？我不需要人护，倒是你，只怕撑不住自己要演的戏吧。我警告你，一会儿在我爸面前说半句不该说的，我让你连走出这扇门的机会都没有。放心，我没兴趣在你的家宴上浪费口舌。但要是有人非要自取其辱，那我也拦不住。伯父，新婉，好久不见，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我这个老头子。好久不见，伯父。承蒙您还记得我。哎，坐吧。阿远眼光不错，
辛婉是我见过最有本事的女孩子，我们沈氏有今天，全靠她。爸，你太夸张了。咱们沈氏这几年发展的确实不错，但是也不全是辛婉一个人的功劳。咱们阿远可是头功一件呀。阿远是沈氏的门面不错，但是辛婉是撑起这颗明面的血肉骨干。来，辛婉，咱们干一个。伯父，爸，这就是辛婉，年轻倒是年轻，但是你的家人总也没看到。你家人现在是做什么生意的呢？他们是农民，不会做生意。阿远表哥可是当之无愧的富二代，从小受最好的教育长大的。辛婉姐，你该不会是那种农村出身、攀附城里有钱人的妖女？够了！英雄不问出处，良将不择家世。我们沈家挑儿媳妇儿，不看她家底有多厚，而看她有没有真本事和好品行。当年沈氏濒临破产，要不是辛婉一手扛住压力，让公司起死回生，这份担当，除了她还有谁？大哥，话是这么说，但是外面的人嘴太碎了，都在嘲笑咱们家找了个农村的，还都说阿远的眼光不好。我这也是担心阿远的名声啊。眼光不太好，这话说的倒也没毛病。顾辛婉，你闭嘴！我还没指名道姓呢，你急什么？若不是因为你无能，公司又怎么会需要林薇薇救场？你凭什么嘲讽她？阿远，辛婉这几年为公司做的贡献，你心里能没数吗？你怎么能说她无能呢？那个林薇薇又是什么人？爸，林薇薇是我的助理，现在也是公司的重要骨干。她努力上进，比某些只会仗着资历、唱高调的人强多了。阿远，你现在到底怎么回事？说话越来越不着调，越来越没有分寸。我知道辛婉一直顺着你，包容你，但是你简直是无法无天了。给辛婉倒杯酒，赔个不是。不用。你们两个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爸，我们没事儿。辛婉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们之间到底怎么了？伯父，我想您有权知道真相。我今天来是还您当年的情。至于沈志远和沈氏，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。阿远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，让辛婉说出这样的话？辛婉，我知道你对阿远是极好极包容的，这次就给伯父一个面子，不要对阿远置气。其实他这个人脾气不好，心不坏。伯父，我没有闹脾气，我已经被沈氏开除了，我和沈志远之间已经结束了。顾辛婉，解雇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阿远，你做了什么？你怎么把辛婉给开除了？爸，不是你想的那样子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公司。逆子，你别激动。你有什么资格开除他？你简直是盗版天罡了！你以为自己坐上了董事长就了不起了吗？这都是辛婉让给你的位置。我怎么没有资格？爸，你知道他的公司对林薇薇做了什么吗？林薇薇，又是那个女孩，你是为了她才把辛婉开除的是吧？爸，您别乱想，薇薇她真的很好，一点都不比顾辛婉差。等改天我带她过来见您。他拿什么跟辛婉比？我看你是被江湖糊了眼，被猪油蒙了心。辛婉，我们对不住你。阿远，
你把沈家的福气给推走了。各位，沈家的事儿以后我不管了，沈家的财产由我和你妈继续接管。阿元，你自己选择的道路，就自己承担后果吧。顾清婉，给我站住！你现在满意了？爸当着全家人的面说再也不管沈氏的事了，还要收回属于我的家族产。你是不是早就想看我被逼到这里？你自己选的路，怪得了谁啊？你这说话什么态度？阿远，你就是心太软，让他一个小丫头片子骑在头上。按理说，他就是一个农村人。能攀到枝头当凤凰，就应该对你感恩戴德才对。要我说呀，秀秀就是老糊涂了。表哥开除的对，他本来就不配做沈氏的副总，德不配位，活该被开。让开！好大的架子，还把自己当副总呢？我呸！就是一条主人不要的落水狗吧。顾总，真巧，没想到你也在这里。顾总，北城项目听说是你在操盘，我这边还有个大单子，想请你出山，咱们要不要找时间详谈合作？明人不说暗话，您要不要考虑来我们公司？只要您点头，年薪双倍，股份随便谈。哟，这顾静婉怎么这么抢手？一个被开除的弃子，凭什么？我说，你们这些人是不是疯了？来的挺快啊！当然。各位，你们没有机会了。他是我的人，陆氏的人只进不出。走。喂，陈总，不好了，公司正在研发的新品原料全部报废了，您快回来看看吧。你说什么？原料怎么搞砸？不是我们操作出了问题，是配方出了问题。这配方怎么可能出问题？那不是顾新婉留下的吗？还剩下最后的防腐剂需要添加，可这关键比例只有顾总知道，我们根本没法调。是啊，少了这一步，原料会变质，整批都要报废了。你们的意思是，离了顾新婉，这产品做不出来了是吗？时间来不及了，后天就要开新品发布会了，我们没法重做了。没有新产品，我们连新品发布会甚至都参加不了，这可怎么办？喂喂，出什么事了？谁能给我解释解释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沈总，我也没有想到，新婉姐会做出偷换原料这种事儿。什么意思？沈总，我查过监控了，监控里显示有人趁夜溜进了，动了原料，除了他还能有谁啊？你是说他故意搞破坏？对，除了他，根本没人有这样的动机了呀。他因为被开除的事儿，一直记恨着我们沈氏，所以蓄意报复，想让我们沈氏在新品发布会上丢脸，而且他还投奔了陆氏。只要我们沈氏出错，他们陆氏就可以在发布会上大放异彩了呀。顾新婉，好，很好。沈总，你放心，今天这件事儿我一定妥善处理，一定不会延误咱们新品发布的。还好有你，薇薇。
把防腐剂拿来。可是，在不知道关键比例的情况下贸然添加是会出大事的。怕什么？这成品本来就不会影响产品的核心功效，顶多是安全范围收窄。可万一超量，会不会刺激性太强？只要效果足够惊艳，谁还在乎那小小的副作用？只要撑过发布会，就赢了。再说，这东西出问题的概率只有1/1000不到，只有顾新晚那么死脑筋，才会为了这1/1000的概率，去把关键比例调到小数点后8。可万一真的出事了怎么办？但是护肤品，我说过不会什么事儿，出了问题我自己担着，你只需要闭上嘴，懂吗？我就赌那么一次，赌上天，你去哪？各位，距离我们的新品发布会只有最后3天时间了，我们必须让流金岁月完美落地。怎么样？一切顺利，只差最后一步，注入稳定活性因子，关键比例已经测出来了，能够确保误差不超过1/1000。我就知道有你在，一定能行。陆总您放心。根据顾总的算法测算出来的比例，效果比市场上同类型的成分安全10倍都不止。记住，我们要赢，可以慢，但是绝对不能拿用户的皮肤去做测验。我们要效果，但更要安全。顾总的算法就是保证零风险、零副作用，等上线市场肯定要炸。我可得给我妹妹留2盒，能给家人用的产品一定是好产品，对不对？哎，陆总，你敢相信我们连夜干活，连1次架都没吵过？这氛围不比沈氏强太多了。多亏了你这个领头人，哪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！大家都辛苦了。顾总，能加入你真是太幸运了，这种专心做产品的感觉实在是太好。完成。太好了！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，这2天大家好好回去休息，带薪3倍工资。我说的，回来之后还有我们项目的提成和奖金。放心，我们陆氏集团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功臣。顾总英明。终于可以睡个整觉了。顾总，别太想我们啊。回去好好睡一觉，别像昨天一样站着打瞌睡了。放心，这次一定睡到自然醒。走吧。终于结束了，这几天都没怎么合过眼。辛苦了，圆满收工，不知道顾小姐肯不肯赏个脸，一起庆祝一下。改天吧，这几天一直忙项目，结束了才发现自己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其实，你可以住我家。你家？不太合适吧？你为了我，孑然一身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，我作为你的老板，当然要对你负责。好啊，陆总的家肯定比酒店住的舒服。3杯酒好，1朵花心，为了新的开始，干杯！
你知道吗？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是你代表沈氏集团参加行业论坛。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在吹捧沈志远，没有人在意你。但是我就是知道，你迟早有一天会走上顶峰。我当时还给你写了一张小纸条，记得吗？我当时还给你写了一张小纸条，记得吗？掌上的道具是让我们又回到零点。郭庆婉，你迟早回来找我，我等你。手机里的电影放映一整夜。昨晚还满意吗？尚可，尚可。顾喜婉，我喜欢你。这句话我说了很多次，你相信了？从你那天从天而降拦住警车开始，我就信了。从今往后，你只属于我，哪里都不准跑。你是我老板，我能跑哪儿去啊？怎么？沈氏集团的新品研发项目已经落地收尾了，和我们同时面试。动作这么快？按理来说根本不可能，除非他们用了你之前留在沈氏集团的配方继续研发。那配方没有问题，但是缺少最后一重关键比例，跟废品没有差别。就怕有的人真敢赌命的那种，像他们那种急功近利的人眼中，恐怕只有捷径，从来没有想过代价。那就等着看他们自掘坟墓吧。起来收拾一下。哎，去哪儿了？参加酒会，酒局。我们相信沈氏推出的新品白月光，作为一款划时代的美白精华，一定会一鸣惊人，刷新行业标准。我听说临床测试结果已经出来了，7天就能显效。不错，市面上从未有过同类产品能够做到7天显效，而我们做到了。能够达成这一成果，还要感谢我身边这位功臣。白月光的配方是我亲手调试的，
从初始构想到最后的临床试验，都是我一手完成的，所以这也是我送给所有想变美的女生的一份礼物。我对我们的产品非常有信心，它的强大功效，各位也是有目共睹。只要资金到位，我向诸位承诺，我只用3个月就可以把它打造成美白行业的年度第1名。今晚过来只是想问一句，诸位，谁要对我沈氏投资？可是现在市场竞争这么激烈，沈氏真的有自信吗？沈总，我们是商人，是要看投资回报率的。你能保证我们给你注资，一定能得到丰厚的资金回报吗？各位，尽管放心，是陆氏，还有顾兴晚。你们来这做什么？你来干什么，我们就来干什么。我刚刚已经谈拢了不少投资人，你们现在过来是来吃残羹剩饭的吗？星婉姐，不瞒你说，沈氏集团的新品呀，已经研发成功了。巧了，陆氏的新品也已经研发出来了。你那是加班加点赶工出来的吧？前脚踏进陆氏，后脚就研发出新品，你糊弄谁呢？就你们这种临时抱佛脚做出来的残次品，也配和我沈氏竞争？到底谁是残次品？我想很快就会知道了。顾兴晚，你以为我听不出来你话里有话吗？残次品，你以为你蓄意的报复得逞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想都别想。你在说什么鬼话？星婉姐，整个公司就你跟沈总有核心管理权限，你一离开公司，原来就出了问题。我合理怀疑呀，是你派人恶意毁坏我们的原料。血口喷人，你有证据吗？当然有，微微那里有监控视频。多说无益，那我等着你的律师函。慢着，既然如此，你们敢不敢和沈氏来个对赌？好，沈总，打算怎么个赌法？明天的新品发布会，谁的销量第一，谁就赢。如果我沈氏赢了，陆氏必须无条件退出市场，并公开宣布从此陆氏并入沈氏。还有你，顾兴晚，我要求你给我和薇薇跪下道歉，并永远退出化妆品行业。好啊，如果陆氏输了，陆氏归沈氏所有，我陆谨言愿赌服输，拱手相让。但如果你输了，我要你把沈氏集团还给顾兴晚，沈氏归顾氏所有，并且还要在大家面前给顾兴晚低头认错，承认自己错的有多离谱。你怎么怕了？不敢？你们也配？这赌约我接了，我就等着陆总明天在新品发布会上，在公众面前向我认输。陆总，你也该为你的有眼无珠付出代价了。恐怕有眼无珠的另有他人。亲爱的，我们走。你叫他什么？亲爱的，你们怎么有问题吗？陆总好歹也是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，怎么眼光这么差？顾兴晚这种我不要的破鞋，你倒是捡起来带回去穿得起劲。破鞋？沈总这话说的新鲜，我倒想问问了，一个出轨劈腿的人怎么来评价别人？好意思？彼此。顾兴晚不也抱上了陆总这条大腿吗？沈总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轻贱别人。顾兴晚，如果不是我，
你今天连站在这里的资格都没有。你若是有一点点的感恩之心，就应该跪下磕头给我道歉。我说你怎么越来越不听话了，连帮忙顶罪坐牢这种小忙都不愿意帮。原来是有了新的聘礼，翅膀硬了。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为今天说的话而感到后悔。当然，我也非常期待这样一天的到来。好了，既然赌约已下，我们也多说无益。新品发布会见。奇怪，我心里为什么会这么不舒服？各位来宾，各位媒体朋友，欢迎大家来到年度最受瞩目新品发布会的现场。今天亮相的是行业2大巨头的巅峰之作，沈氏集团的白月光和陆氏集团的流金岁月。白月光以极致美白承诺一夜见效，而流金岁月主打抗老修复，强调安全与长效。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，2款产品将进行销售比拼，实时销售情况将通过现场大屏进行同步更新。一夜见效，这宣传也太炸了吧！流量肯定冲天啊！美白成分容易刺激，风险也大。陆氏的抗老产品倒是走稳健路线，还有顾星婉坐镇，不容小觑。哎，老大，你觉得呢？顾星婉的能力在业界是有目共睹的，但消费者哪里认识什么顾星婉？他们只认得喊得响的噱头。一夜见效这个卖点确实能把消费者拿捏得死死的。这么说，白月光就把稳了呀。接下来，请双方代表沈志远沈总和陆景言陆总上台分别发言。各位媒体朋友们，亲爱的顾客们，我们推出的新品白月光是沈氏科研史上最具有突破性的产品，我们承诺一夜见效。这不是口号，而是事实。台下的这位就是白月光的研发者，他亲自带领团队攻克了全球顶尖的美白科研难题，没有人比沈氏更懂美白。今天过后，白月光将成为行业新标准，也将让沈氏永远立于巅峰。非常感谢主持人，同时也非常感谢在座的各位同行以及媒体朋友们。我们的流金岁月没有惊艳的口号，它不能一夜见效，但是它可以给予我们长久的陪伴。每一滴精华都是科研和时间的积淀，抗老修复，稳定长效。选择我们的人从来不需要冒险，因为我们相信美丽从来不是透支健康的赌博，而是守护一生的陪伴。感谢。感谢2位总裁的精彩发言。接下来是大家最期待的环节——实时销量大战。3小时之后，谁笑到最后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销量统计现在开始。大家看，仅上线15分钟，白月光实现全民疯抢，销量突破30万套，线下门店排队长龙蔓延到3条街之外。白月光这速度也太夸张了吧，简直像是在抢演唱会门票。我朋友昨天试用样品，今天就又来扫货了，说使用效果堪比黑科技。陆氏流金岁月销量也不错，只可惜节奏起得太慢，怕是要输了呀。就凭他们拿什么赢我？沈总说的对，
今天过去，他们怕是翻身的机会都没有了。陆总，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差距。新婉姐，恕我直言，等你们流金岁月销量上去了，怕不是发布会都要结束了吧？别着急啊，沈总，市场的检验是需要时间的，跑得快不代表跑得远。哼，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我倒要看看，等我们的销量封顶，陆总是如何兑现你在酒会上立下的赌约。沈志远，我希望你能记住，你现在享受的短暂的荣耀，都是顾新婉给的。顾新婉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你在胡说什么鬼话？白月光是顾新婉留在沈氏的半成品，林薇薇只不过是食人牙慧吧。我希望你能记住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残羹剩饭也不是这么容易就能吃的。说什么？目前排名，白月光领先20万套，距离发布会结束还有2小时30分钟，胜负还未确定。沈总，陆氏可是我们的死敌，他说的话有什么值得我们听的呀？他不过是不甘心说的牢骚话，可别被他的话脏了耳朵。看来沈氏稳赢了，这一夜见效的噱头也太狠了。其实陆氏的口碑在行业里更硬，只是市场太追求速效了。要真按赌约来，陆氏要逼入沈氏，那可真是行业大地震了。陆总，我看不如提前认输吧，也别耽误大家的时间，你也能输得体面一点。沈总，别着急啊，还没结束呢，谁能笑到最后还不一定。还剩不到30分钟，销量差了整整30万。陆谨言，你还有什么必要负隅顽抗？专业测评发布对比报告，流金岁月的抗老效果领先同类10倍，安全性领先100倍。流金岁月的口碑在逐渐发酵啊，只可惜沈氏先声夺人，陆氏只怕还是慢了一步啊。时间到，本次销量大战最终结果，沈氏集团白月光夺得销量冠军。陆谨言、顾新婉，该履行赌约了。不好了，大量消费者投诉白月光使用后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，网络舆论正在发酵，大规模退货请求已经冲上网络热搜第1了。什么？这不可能啊！什么？出事了！据最新消息，白月光因过敏反应出现大规模退货潮，线下平台退货在20分钟内超过30万套，还在持续上升中。沈总，您承诺一夜变美变成一夜过敏，对此你二位作何解释？沈总，你卖力宣传功效，却没有做好最基础的安全保障，这对于一家化妆品公司来说是不是太失职了？沈总，请你如实回答，白月光是否存在安全隐患？各位，请冷静一下，这是客户体质问题导致的，与产品本身无关。这场玩火自焚的戏码，还真是比我想象中的要精彩。属于他们的暴力才刚开始。大家冷静一下，这是个别用户体质问题，跟产品本质质量无关。无良公司退货退钱，你们承诺一夜美白，现在我毁容了。我的皮肤从来没有任何问题，用了你们白月光后，被送到医院，医生说这是严重过敏。我们已经联系了更多受害者，该尽力行使审视，退货。请各位保持冷静，沈氏集团会在稍后做出官方回应。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好回应的？沈氏这次啊，怕是洗不白了。不可能，一定是有人陷害我。说，谁派你们几个来危言耸听的？我们都是花钱买单的真用户，是你害的我们。
经质检部门检验，沈氏集团推出的产品白月光出现关键比例过量问题，存在严重安全风险，需立即下架，全部召回。关键比例过量，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这么严重。你早就知道关键比例有问题。沈总，你听我说，我是因为能让咱们公司顺利发布新品才这样的。我是为了咱们公司，为了你啊，沈总。那我这被你害死了。请问沈氏是否准备召回全部产品？损失预计多少？听说沈总曾在酒会上立下对赌宣言，现在销量事故爆发，您是否承认沈氏输给了陆氏？不可能，谁说我们输了？这场销量大战最终结果，流金岁月成功反超，冲上第一。沈氏集团白月光因大规模退货，被判定销售无效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沈总，我该怎么办呀，沈总？闭嘴！都是被你害的。沈志远，赌约已下，胜负已分，你该履行承诺。沈总，请问你是否愿意遵守承诺，把沈氏归还顾新婉？赌约中您还承诺要当众向顾新婉道歉，现在是否兑现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给我休想！哎，沈总，你快回公司看看吧，公司电话已经被打爆了。赵总，你搞什么悲剧？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我们投的钱全打水漂了，老子的钱全没了。你等着，我要你好看！结束了，我和沈氏都完了。恭喜顾总打赢这场翻身仗！听说沈氏那边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，退货风波没完没了。沈总现在对外称病，躲在医院里，现在由林薇薇代理总裁职务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我看呐，这都是报应。好了，今天啊，不提别人，今天是属于我们自己的胜利。来，陆总说的对，为我们自己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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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这一场翻身仗打得漂亮，我陆谨言从来不会亏待自己人。从下个月起，各位的薪资翻倍。另外，还有我们流金岁月的项目奖金和分红，也会很快发放给大家，100万起。哇！陆总万岁！陆总万岁！哎，陆总，你说您给我们这么大奖励，那我们最大的功臣顾总，你打算给什么奖励啊？奖励？我的就是他的，他想要什么，我就给什么。那陆总、顾总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婚礼啊？到时候也邀请我们参加呗，好蹭一下喜酒啊。结婚，那要看顾总愿不愿意。顾总遇到这样的好男人就嫁了吧。顾总，你说句话呀！我戒指都没准备，求婚我才不答应呢。还好，我早有准备。哇！顾新婉，嫁给我。答应他，答应他，答应他，答应他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蓄谋已久。你真的想好了？顾新婉，遇见你是我三生有幸。实不相瞒，从你拨打我电话那一天起，我就认定你了。
陆总太会了，陆总这情话满分啊！顾总，快答应他呀！这个男人，我嫁了。沈总，公司怎么样了？公司股价跌停，银行冻结了主要资金账户，公司面临的赔偿金额至少达数亿元，如果不及时处理，肯定会破产。沈总，您作为公司法人，肯定要面临相应的刑事处罚。送我回公司一趟。对，就按我说的办，把公司的账能挪用的全部打到我给你的账户上。沈总，你怎么来了？也不在医院多休息2天？你要把公司账上的钱挪到哪儿去？当然是赔付给那些消费者了。还差多少？好几千万。不过沈总，你别着急，我会想办法的。先把我送你的车子、房子还有包都先卖了，先顶上。卖车卖房？沈总，这些手续很麻烦的，而且这都是你送给我的礼物，这都卖了，多不好呀！林薇薇，你要不要看看现在是什么状况？公司都快撑不下去了。沈总，我会想其他办法救公司的。轮到自己要出血了，就舍不得了。林薇薇，你真让人失望。沈总，喂，王总，是我，沈志。沈氏现在有难，能不能周转一笔？抱歉，沈总，我们资金也紧缺得很，你就别为难我了。王总，我们合作这么多年，合作归合作，钱归钱，抱歉。李董，您当年说过，如果我有难可以找您。沈总，不是我不肯帮你，只是沈氏这次注定是无力回天了。怎么会呢，李董？只要你肯伸出援手，帮助我沈氏渡过这次难关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会报答您的恩情。你群小人！怎么是你？你怎么来了？爸，公司出事了，赔偿金必须在3天之内筹齐，要不然我可能要坐牢了。还有脸来见我？爸，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，公司快完了，我也快完了，求你帮帮我好不好？帮你？为了那个叫林薇薇的秘书，把沈氏搞成现在这个烂摊子，我警告你多少次，只有顾新婉是能够帮你救你的人，可是你呢，亲手把他开除了，你现在知道错了，完了！爸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愿意改，就这一次，我就求您这一次，帮帮我好吗？你当初自作主张开除了新婉，我就说过，从今以后沈氏的事我不管了。现在的沈氏是你一手造成的，谁也帮不了你。爸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，你能不能拿家族的产业去向银行抵押？是什么？你让我把整个家族的命根子拿来填你挖的这个无底洞吗？不可能！爸，
我是你亲生儿子，你就忍心看到我落得这副下场？你要逼死我吗？阿远，这是你的命，你是自作孽不可活呀！啊，你应该学会长大了，你要学会承担责任。你闯下的祸，就得自己扛。爸！是他们，我给你的，昨天在仓促。谢谢老公。快别撩我了，我幸福的快要晕过去了。星晚。沈志远，星晚，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，借我笔钱，只要几千万就好。星晚，只要你帮我交了赔偿金，我们立马就结婚。我发誓，以后一定好好对你，再也不会心猿意马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帮你还这笔钱？星晚。我是你未婚夫啊，你不记得了吗？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如果这个时候我出事坐牢了，那你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想我会风光大办。星晚，别开玩笑了，我知道之前的事是我有些过分了，但求你，看在我们10年感情的份上，就帮我这一次。一次不忠，终身不用。沈志远，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。结果，星晚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放开我！就是因为你，他才不帮我的是吧？勾引别人的未婚妻，不要脸！你个小三儿！沈志远，在你质问顾星晚为什么不帮你之前，你自己好好想一想，你对他都做了什么？根本不配跟他在一起，不配得到他的爱和帮助。走。他曾经是那么爱我。我以为他还会心软的，哪怕一点儿。可他没有，他竟然没有。越来越漂亮啊！又漂亮，又会做生意。先生，还要再来一杯吗？来最烈的。好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？沈氏是我最大的骄傲，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。可现在都在看我的笑话。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敬你，王总。最近这个脸是越来越嫩了。讨厌。喂，
薇薇，啥时候才把那个沈志远甩了呀？你让我等得好辛苦啊！等我把那破公司彻底掏空，我就拿着最后一笔钱来投奔王总，好不好呀？好。哎，不过最近听说这个沈氏快破产了，还欠了一屁股的债，哪儿还有钱啊？听说过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吗？说到底呀，还得感谢顾新婉，当初他把沈氏的账面资金打理得漂漂亮亮的，现在公司里的流动资金啊，还有2、3亿呢。我已经安排好了，这些钱呀，已经全部挪到我私人账户里面。等沈氏彻底倒闭，等沈志远进牢，我就偷偷拿着钱。你可真够绝情的，好歹和那个沈志远也是情人一场，同床共枕这么多年，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因为交不起赔偿金锒铛入狱吗？情人一场，我原本以为把那个蠢男人拿下，赶走顾新婉，整公司就是我的了。结果呢，半路出了这档子事儿，公司要破产了，我那点钱怎么了？那是我的卖身费。卖身费真有你的！哎呀，我只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罢了。至于沈志远，那他就是个笑话。他要怪呀，也怪不到我身上。半路出了这档子事儿，还想拿我的房、拿我的车去抵债，我呸！还是我的微微聪明啊！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啊！沈总，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我还打算去接你呢。不用了，不方便。沈总，怎么会不方便呢？我送你的2套别墅和1台跑车，我已经卖了。什么？我需要资金给公司用资，你有意见？当然没意见，只是这卖点东西能解决什么问题呢？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了。是啊，所以我正在想办法治本呢。行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好，那我先去楼下给你守候。林薇薇，昨晚我亲耳听见的每一句话，都像刀子一样扎在心坎。原来我一直被你耍得团团转，哼！蠢到如今，这笔账我要一笔一笔的讨回来。沈总，您让我查的事都已经调查清楚了。白月光确实是顾总在职时留下来的半成品。李秘书并没有做任何的研发，而是直接沿用了顾总的产品设计，而且在不知道具体比例的情况下，仍然随意添加成分，导致用户集体过敏。沈志远，我希望你能记住，你现在享受的短暂的荣耀，都是顾新婉给的。顾新婉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你在胡说什么鬼话？白月光是顾新婉留在沈氏的半成品，林薇薇只不过是食人牙慧吧。我希望你能记住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残羹剩饭也不是这么容易就能吃的。沈总，陆氏可是我们的死敌，他说的话有什么值得我们听的呀？他不过是不甘心说的牢骚话，可别被他的话做烂耳朵。好，
很好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啊，这是顾总连续工作24小时的监控画面。项目的确是顾总拿下的，而且顾总现在看起来身体很不适。原来他一直说的都是真的。阿远，我昨晚忙了一整宿，早晨才发现自己来例假了。你们查寝的时候去买卫生巾了，我刚走10分钟都不到。沈志远，这份合同有多重要，你不是不知道。为了拿下这个合同，我昨晚熬了一整宿，早晨痛经到怀疑人生。你现在因为我缺勤10分钟去买卫生巾，你要开除我。原来他真的为了公司拼了命，可我都干了什么？我把他开除了。沈总，财务那边已经查清楚了，这份是林总挪用资金的全部银行流水，都被他转入了个人账户，目前估值至少有2亿。他是真的想要把沈氏掏空，我居然把全部的家底交给了一个披着羊皮的狼。去，把所有证据给我整理一遍，再写一份报告交给警方，沿着上次开车撞人肇事逃逸的事一并处理。谋财害命，够他吃一辈子的牢饭了。沈总，沈总，今天中午吃什么呀？我看附近刚开了一家。沈总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林薇薇，你挪用公司资金，伪造财务报表，以及涉嫌肇事逃逸，我已经把全部证据都交给了警方。沈总，你在说什么？你疯了吧？我可是你的……你不是我的什么人，你甚至连人都不是，因为你畜生不如。林薇薇小姐，请您配合调查。沈志远，你害我！你以为我手里没有你的证据吗？沈志远，你给我等着！我会报复你的，沈志远！沈总，有件事，顾总今天好像结婚了。什么？结婚？他要和陆景言结婚了？星婉，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吗？不是做梦，是真的。你知道吗？你穿婚纱的样子，不知道在我梦里出现了多少回。现在的你和我梦里的你很像。我知道，陆景言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从今天之后，我就会成为你的妻子。我们相恋10年，娶她的人却不是我，都怪我，是我亲手毁掉了我们的感情，我搞砸了一切，错信一人，失去一生。沈总，其实您毕竟和顾总有10年的感情基础，您何尝不去争取一下试试？我相信，只要您真心实意和顾总道歉，他那么爱你，肯定会原谅你的。你真这么觉得？你说的对，我要去求他，我要告诉他真相，找他认错，我要放下我所有的面子和尊严，求他原谅我，求他再给我一次机会。那么现在，让我们欢迎这对新人
顾兴王与陆谨言。准备好了吗？比任何时候都准备好了。哇，顾总监简直就是仙女下凡，陆总监也帅翻了。他们真的太配了，我愿用我100年单身换他们永远在一起。下面请新人交换誓言。陆谨言，我之前一无所有，被人踩在脚下，是你把我像宝贝一样勾了起来。谢谢你，我爱你。因为你值得。这句话我说了很多遍，顾兴晚，我很久就喜欢你了。接下来，请新郎为新娘戴上象征婚约的戒指。兴晚，你不能嫁给他。沈志远，兴晚，你不能嫁给他，你是我的未婚妻。兴晚，我错了，是我又笨又蠢，被林薇薇给骗了。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一切，我是来向你道歉的。兴晚，我已经亲手把林薇薇送进了监狱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了，我只想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兴晚，爱你，我真的爱你，我可以把我的一切都给你，只要你不结这个婚，好不好？我们之间没必要说这些了吧？兴晚，我真的看走了眼，我真的已经知道错了，我是被林薇薇给骗了。我会补偿你的，我会不顾一切的爱你，只求你回来，好吗？你凭什么认为，发生了这么多事之后，只要你一句道歉，我就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和你和好如初？沈志远，我顾兴晚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兴晚，我只是很爱你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，以免打扰到我和我先生。我的时间很宝贵，不想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。现在，请你离开。兴晚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没有你，我真的活不下去。沈志远，沈志远，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骄傲且体面的人，何必把自己弄得这么难堪呢？你可能不知道，上周我们刚从国外回来，我们是去找医生治嗓子的。你不会已经忘了，你为了顺利的让新婉给你的情人顶罪，而给他下药，让他失声的事。你可能已经不记得，但我记得。我记得你是如何为了自己的情人而置自己的未婚妻于死地的，你是如何一次次的偏袒林薇薇而冤枉新婉的，你一次次的践踏她的自尊，她对你的爱，你对她做出的伤害，不是你的一时冲动，而是你习惯性的自私。有一些错，不是一句我错了就能抹平的，也不是一句我爱你就可以抵消的。有一些人，错过就是一辈子。婚礼继续，请新郎新娘继续交换戒指。
不，秀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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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嫁给他！不，秀安。不要，顾秀安，顾秀安。 지금 곁에서 딴 생각을 잠고 顾新婉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让我们祝福这对新人永结同心，100年好合。彻底失去他了，再也没有机会了，没了。 什么都没了。新婉，新婉，好了没？好了好了，好了。 你慢点吃。这段时间累坏了吧？累归累，但是我宰下了老婆本。等这段时间过去了，我们去结婚。我哪里会说不好？新婉，有你在真好。 只要你需要我，我就会一直在。不过如果哪天你不需要我，我就离开，不会打扰你的。说什么傻话呢？我们当然会一直在一起。我明明离幸福那么近，如今却又变得那么远。 先生，我们是犯罪查案队，前发生的消失法一周，受害者家属渐渐和您的错行为提出了公告，我们已经派人前往您的公寓，等值得调查。 你这总裁，上班的职责就是给我送红糖水啊？还要督促你把它喝掉。温度刚好。肚子好些了吗？今天下班早点回家，躺起来我给你揉揉。我听陆总的。 本台快讯：原沈氏集团员工林薇薇因涉嫌挪用资金、恶意侵吞公司资产、交通肇事逃逸等多项罪名，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原沈氏集团董事长沈志远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缓刑1年，并作为劳改犯接受社区公益劳动。听说了吗？ 陆氏集团的陆景言登顶本市首富了。当然了，听说他还不到30岁，当真是青年才俊，多少女人的梦中情人呐！可惜呀，英年早婚了。不过他老婆陆星婉也不错，人事女总裁，人也漂亮。听说他俩都结婚1年多了，感情特别好。上次看新闻的时候，2个人一起做公益，手都没分开过。 真的让人羡慕。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，陆总，来冰矿泉水。这位是陆太太吧？好漂亮啊！谢谢。陆太太真幸福，一看就是被滋养的很好的样子。是我的福气。我想喝冰可乐，来1瓶吧。不可以。
再等一段时间。什么情况？陆总是有什么喜事吗？对，我要当爸爸了。哇塞，恭喜恭喜啊！来，先生您的水。好，谢谢。新婉，恭喜你，